Hello， 大家好，我是鞋底，拜拜。现在应该算是3月1号凌晨12点多吧，应该是，因为我刚落地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哎呀，好困啊，在飞机上睡了一觉。哎呀，就是你要是飞2、3个小时，那我睡个够也行，就害怕这种1个多小时。哎呀，刚睡个状态就到了。应该要做上一个核酸检测才让我们入境吧。这个机场感觉有点老啊，跟着人群走的。这边是中转的。哎呀，等我有钱了，我就不买这种大半夜的航班了。折磨我自己。刚才有一个签证办公室，哎，再往那儿去。哎呀 ，OK， 哎呀，现在排队准备入境吧。这个应该就是我的入境章了，就这个。好了，已经盖了。过会儿说一下这个流程。这个是在干嘛呀？合影啊？哦，这啥意思？不是要做个核酸吗？就直接走了？这妈30块钱白交了，美元啊！啊，这！现在是3月1号0点39分。按理说我应该要做核酸才能过来，结果他们工作人员都在合影，好像要解散散伙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这个政策取消了吗？我这30美元，他给退吗？这个真的是太衰了吧！哎。你看我准备去做核酸呀，结果他们让我 go， 这个就不能怪我了。这个入境就要做核酸检测，这个政策好像在3月1号临时起取消了，大家都没做核酸检测就进来了。这30美元真的是交的是不明不白的，而且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嘛，可以过来直接排队。就可以落地签，也不要钱。他呢就问我你是干嘛的呀？我说我是来旅游的呀。他说你什么职业呀？我说我是个环球旅行博主。他说你在哪个平台？什么 YouTube、Ins 或者什么的？我说都不是。我说我们在中国的一个平台。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呀？然后我就把我的那个主页，就是今日头条的主页给他展示了一下。哦，然后他看了一下我的照片发的视频。最后他就说，你可以，然后就把我放进来了，盖了个章子，检查了一下我的这个预定的酒店。我在哪儿换点钱去啊？我先，就应该从这里就出来了吧？哦，还要过个安检。欢迎来到黎巴嫩。好了，跟着鞋底，我们开启黎巴嫩的旅行。黎巴嫩呢是一个很让我迷的一个国家，就是在网上申请了一个入境许可，没人检查，核酸检测也没人检查，交了30块钱，没人给我做核酸，我就出来了，行李也没人检查，我都觉得这个国家真的好有意思啊！走，咱先去换钱。我在这儿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个换钱的，这都出去了。最后我问了个人，他说在楼上有。是上楼的吗？突然觉得自己好傻。先上楼吧。我在这儿转了一圈，我都没有看到一个像钱庄一样换钱的，不会说是让我用卡取吧？它这个官方汇率和正儿八经市场汇率
跨的有点大的。楼上这一层，我还是得问一下人，看看怎么能换到钱。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再往那边走，应该是出发层吧。有点意思。我距离我预定的这个青旅啊有9公里，我现在已经出来了。他这里只能搭车，别人开价都是10几美元。哎呦，真是尴尬了。这里边就没有一个换汇的，就正规换汇的，全部都是瞎胡开的。我朋友告诉我，就是1欧元应该能换22000，22000的样子。他给我开的都16000，哎，就找不到车呀，大晚上的。这个小哥，Hi, what's your name? Name? Jad. Jack. Yeah, let's go. 他说 Don't 可 scare 以 me. ，OK。他说他有车把我带过去，最后谈到9美元。OK。Let's go. 车是一个起亚的。哎，走上走吧。他好像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现在下班了。还有机场的那个牌子，工作证。哇，这个车也是。哎呀，这里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的要不一样太多了。10公里左右吧，就进城了。刚才机场有网的时候，我导航了一下，现在是沿着这条路在走。就黑黢黢的。But only $9. OK。好，现在我应该是已经到了我预定的这个青旅了，是这个家吗？还有想要更多的，哎，这边一共就9公里，我只给他给9美元，应该就是这儿。进去问一下。OK。 And what's your work? Your address and your phone. OK， 这是我的订单，总共应该要支付。哦，it's wrong. It's right。要写个地址，电话的没有啊，就写个邮箱好了。First time here in Lebanon? Yeah, first time, Lebanon. 啊，这个小哥在帮我做登记，护照的复印。这应该就是我的房间了，我的180。哎，你好。耶，你好。OK。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OK。他说这个 “hello” 是怎么说中文？哎，哦，哎呀，好了，已经是登记完了，哎呀，快累死了。他这里只收现金，因为黎巴嫩他们这个金融体系有问题，就没法刷卡，只有现金。我明天还得去搞点现金，我把护照压在那儿的。5楼518B 是我的床。
东西。啊，终于是成功的入境了黎巴嫩。今天状态不是最佳，因为我今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今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就是我身上呢有120多里拉，结果呢，我在飞机上吃那个三明治，他要收我7美元。我那个信用卡呢，在那个飞机上没有联网的状态又刷不出来，所以说我就支付了7美元，结果我导致我身上只有9美元。好多司机，他那个机场特别的混乱，就是晚上了就没有一个正规的的，而且呢黑不隆咚的，就外边灯都不怎么亮。到了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呢，也感觉就是哪儿都黑黢黢的，没什么灯，你知道吧？然后刚才那个人呢，他亮那个工作人员的牌子，我才相信他的。他死活咬死就到15美元，我说我只有9公里，然后他说你能支付多少，我就只说我说5，就是5美元，他就不同意，就一直拦着我，我就说9，因为我只有9美元，就是用光了嘛。结果呢，这里啊还不能刷卡，我是知道的，只是想试一下。结果我现在是身上有一些欧元。我明天呢去把欧元换成美元，然后再想办法再换上一点这个当地的钱。它这个汇率啊都是在官方上，就是你在那个网上查的汇率啊是错的10几倍，知道吧？就是这边呢，按理说是可以换1欧元是换22800，就是黎巴嫩镑。但是呢，他那边呢给我开价就是16000，好像是。就差了很多的，我是不可能跟他换的，所以说就一直在那燃，最后呢还好我身上有9美元，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来，也没有公交系统，基本上人都是来接的，而且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就是他让我们申请那个入境许可，又要交30美元，又要核酸检测，这些东西都要各种，结果呢下了飞机以后啥都不要，就没人管。就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好神奇，有可能是这个政策，也有可能3月1号截止啊，还是怎么回事？我刚好来了，结果呢，你看我拿了个相机去拍，我还准备去做核酸的，结果他们都在那合影，感觉这个任务结束一样，圆满成功一样，就在这庆祝了，觉得很神奇。嗨，大家好，我是鞋底，这呢就是我昨天找到的这家酒店了。早上啊。我刚才问了一下前台那个大哥，我说现在汇率是多少？我说如果我用这个黎巴嫩镑支付是多少钱？因为我现在欠了39美元的住宿费用，知道吧？我这只有欧元，他只收美元，哎，这也不好使啊。然后呢，他告诉我说我要支付975000，975000啊，就是黎巴嫩镑。如果除以39等价的话。那么1美元现在市场汇率应该是在25000黎巴嫩镑，你们就可想而知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物价通货膨胀有多吓人了。而如果你在这个就是官方汇率啊，就在黎巴嫩千万不要跟官方汇率扯上，现在查的官方汇率才是1500，就差了有个10几倍、10几20倍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呢。就是下了飞机以后呢，我就没有找到一个靠谱的换钱的，因为钱庄都关门了。因为昨天到的时候都快1点钟了嘛，钱庄也关门了。我就问我说，谁能给我换点钱？他们那些都是骗子，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有网络吗？我就说有啊。他说那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我们1美元换多少钱黎巴嫩币。然后我说我知道，我说是不同的。然后他一看啊，没骗到我，然后他就给我开价，只有开16000。你这样子一算的话，25000和16000那差得老远了，知道吧？就
所以说在黎巴嫩啊旅行真蛮注意的。我现在有点迷瞪，你知道吗？因为我要找一个这个钱庄，把我的欧元换成这个黎巴嫩镑。这贝鲁特还蛮有艺术气息的，你看这画的，就是有点堵车呀。贝鲁特街头。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这个动荡不安，所以说经济崩溃了，货币呢通货膨胀特别严重啊。我继续先问一下，12点钟，我用200欧元去换200美元，然后再多的呢再换黎巴嫩镑，这样子划算 ，OK。他现在给我算，先拿美元吧，划算一点。我刚才给了200欧元嘛，折合美元是224左右，应该算224美元。然后这多余的这24美元呢，他给我换了408000黎巴嫩镑。哦，这一张就是个十百千万5万。哦，我的妈耶！这个国家的钱大不吓人。这个很可爱，这个回去，这也是1000块钱，这有啥用啊？这个东西。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这样算的话，408000除以这个24美元，就17000，差不多跟我朋友讲的。那这样子算的话，刚才酒店给我报价，如果我支付这个黎巴嫩镑的话，就很不划算了，因为它那汇率算的比较差，所以我就用欧元又换成了美元。我估计这期间就有损耗，然后又用这个多余的这20几美元又换黎巴嫩镑的话，thank you，推销东西的。然后这样一看，我也还迷瞪呢，因为刚到一个国家嘛，这汇率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种国家呢，汇率波动非常的大，可能几天或者是几个小时，可能就拉上去拉下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问的别人的话，可能波动有个1000、2000，问题都不大，因为我本身也就是损耗了23美元、24美元左右，现在兜里装的这些应该也价值个20美元。那这样算手续费的话，它有可能给我算到了4美元。4美元的话，就是4六24，花了我24块钱人民币。好了，一顿早餐没有了。好了，这个，这个一杯中杯的这个卡布奇诺就要个十百千万5万块钱。这个5万块钱，我刚才估摸着算了一下，这是个星巴克呀，这个，看这里边我就不想做了，我到外边去做。关门了。这个估摸着大概折合咱人民币应该要20块钱左右，要20块钱，就一杯星巴克，那还能接受啊。有的时候它这个开价确实吓人，一开口都是10万5万的，我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知道吗？土耳其好歹也就是个100、200，知道吗？这个都是上升到几十万了。哦，好舒服。我早上起来就没怎么喝水。我过会儿呢还得找一个通讯公司办上一张卡。我这一直在扫描哪里有通讯商，哪个通讯商靠谱。3天54美元，折合人民币340块钱，还可以。OK，3 night 40是60，给他找钱就行。刚才去把这个钱放了几张小票子，车票还在前台压着呢。
ايه خلص ده هو عدد because he doesn't speak English he Oh. wants me to translate translator, he, okay. he needs to Okay. pay him 25 25 حسين رجع له دولار مول معروف خلص ضبهم بالجارور 现 انت 在 تأمن 我在 عليهم 办这个 ضبهم 电话 ضبهم 卡， المثليات بالجارور اعطيه دولار 24美元أيوة أنا. 10个 G，真的好贵。 وظبط له نيو سيم كارد سيم كارد جديد و10 جيج انا برجع بشوفك يلا 哎，brother， ثانك يو Thank you. ثانك يو OK。我现在呢是有了网络，但这个办卡的给我感觉很迷糊，就是我从昨天到黎巴嫩就感觉蛮迷糊的，到今天办卡我觉得也蛮迷糊的，因为我刚才给那个前台付房费的时候，我就说哪一家通讯公司好，我去办上一张这个 SIM 卡，他就带我过来，最后他开完价以后，这个小伙子开完价要24美元，哇，这个路走的也迷糊，就24美元才10个 G。他说这个卡特别贵，而且呢，最有意思就是这个卡居然没有用我的护照，只是在一个小店里头直接办了，他也不让我拍摄，我也没搞懂什么意思。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外边转，我就没有看到一个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通讯公司的那种店，我就没看到。所以说我就很纳闷了，结果呢，人家带我过来这样子搞的，哦，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当了，反正花了150多块钱搞了10个 G， 先用着吧，不，你没流量也不行呀。我又问他，我说，如果我想要更多的流量，就是比如说我再买10个 G 是多少钱？他说再加10个 G 就要6美元，就差不多就可以再买10个 G。那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40-50块钱10个 G， 也还是能接受，知道吗？他们的 Jerry，We have PS4， 这是个游戏厅，你看还带咖啡的，很有意思。这里边，我现在就是在主要的街区溜达溜达，转一转，感觉这好堵车啊！还有就是，好像没有看到那个公共交通系统。我现在准备往酒店那个方向往回走。它这里真的是公共交通堪忧啊，这红绿灯啊、人行横道啊、斑马线啊什么的，应该是都这样子的。我的酒店就在下边，我往那边走，因为我想着远离这个特别贵的区域，到了偏一点地方吃个饭，到处都是垃圾。它这个市镇很堪忧啊。我就住在这儿，昨天晚上花了我9美元，从机场过来9公里。它这个机场距离这个市区很近很近，这个城市也不大，贝鲁特。基本上我已经告别搭车了，就说如果我想去哪的话，我应该能走路到达，除非我是去其他城市。这个国家也很小，你看都堵车，看到了吗？而且不是说是我。这个车也可以随便停，因为特别堵啊，看见没有？你说这大车还有什么意义？就规规矩矩走路好了。它这还有一些蛮有意思的这个各种画，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就是把2个一次性杯子钻个眼儿，然后放上一根棉线，是吧？这个人造这个电话，是不是通过声音这个传播？哎呦，你们看，这就是曾经的这个东方小巴黎，黎巴嫩的贝鲁特。黎巴嫩啊，它全国呢总人口大概是600多万，光这个首都贝鲁特呢就有200多万，基本上50%多，它都是信奉的是穆斯林。主要的语言呢是阿拉伯语，然后呢还有40%多呢是信奉的基督教的各派，他们一般的话说一些什么法语啊、英语啊都有会说的。黎巴嫩曾经的经济确实还蛮不错的，但是因为就是这个占多数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一派和这个相对少数的这个基督教这一派，反正政治斗争
让这个国家陷入了有的时候的是经济的停滞。还有就是最近一次，那时候大家还记得吗？2020年8月份的时候呢，黎巴嫩就是贝鲁特那个港口那边有一艘这个停泊的这个危险物品的这个化学的那个船只，结果突然一下子爆炸了。爆炸以后呢，把这个贝鲁特的港口几乎就是摧毁了，当时也是世界型的大新闻。紧接着呢，就是遇见了黎巴嫩政府的下台，然后又新的政府上台。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也在想办法解决黎巴嫩这个就是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不起来的这么一个问题。经过这2年折腾，至少说我第一天感觉经济确实是不行，就它这个货币啊，这个通货膨胀太严重了。然后呢，就是黎巴嫩跟这个周边国家，就比如说是以色列、叙利亚的一些关系，到时候我会在一些视频里给大家再次讲到。这里啊，大街上有很多人就问你要钱，就是他们应该都是难民吧，没办法，管不了。我现在其实就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黎巴嫩餐吃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黎巴嫩餐到底是什么样，体验一下。这是他们小糕点，我看了一下，这应该是当地菜。看这个门头，应该当地人吃饭的地儿，应该不会坑了我吧？这是烤鸡儿啊。因为它这个都阿拉伯语啊，我也看不懂。哦，就这种卷饼的，那不是跟土耳其一个样子了？茄子配鸡肉，个十百千万。10万块钱，黎巴嫩时间1点半，也是他们能吃饭的点儿。我没有敢点那个鸡肉那种，点了个张豆子，应该是炖牛肉吧。他又给我上了一份这个饼子，我看起来蛮有意思的。这是中东老三样，这个米饭挺有意思的啊。先拌一下这个饭，拌饭之前呢，先来口这个酸黄瓜。味道还不错，就是这种味道我还能接受。豆子炖牛肉其实就是，这个饭要10万块。我算了一下，折合咱人民币，这2天人民币升值啊，我才想起来，因为10万就相当于是5美元，5美元这2天人民币到6.3，5乘以6.3， 31块5毛钱，就是这一个套餐。这样算的话，其实也蛮贵。你要看收入啊，你不能你拿中国的物价比，在我们中国，你31块5毛钱，吃的应该也比这个好吧？我觉得，尤其是在新疆，我来上一个锅油肉拌面，可以。现在31块5能吃锅油肉拌面吗？吃锅油肉，然后再加个鸡蛋。味道还行。我吃完饭呢，我准备回去拿我的无人机，然后我走路去那个海边，就是贝鲁特，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鸽子岩，这海边有2块石头，2块岩石，去那看一下。无人机要是能飞过去，诶，拍2张照片，任务完成。对啊。
出门了。这老式电梯。哎，好，这是我们一个人。这是这个酒店的大厅，挺好的。我现在准备走路去海边儿，因为贝鲁特也是一个海滨城市嘛，那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景点叫鸽子岩，过去看一下。2.6公里，这贝鲁特就不要考虑公交车了，也没有啊，我都没看到，到处堵车，也不敢搭车，搭车的话真的是太吓人了。走路吧，走路吧。这个号称东方小巴黎。哦 ，Hello， 真是堵啊！我在这一带就没见到通畅过，一早上溜达。黎巴嫩呢，主要原因就是国家太小，位置也不好，又靠近这个以色列，又靠近叙利亚，是吧？而且这个一共600多万人，300多万穆斯林，200多万，将近300万的这个基督教，就闹腾来闹腾去的。像这种小国家，一旦要说出现了国家自己内部的矛盾，然后调节不好，产生了内耗，如果说再加上外部的一些因素，就很容易崩。他们这种一崩，真的是可能10几20年缓不过劲儿，尤其是在那个2020年的那个8月份那个港口大爆炸，又把这个国家当时的政府直接进去就一炸，炸的就解散了，这闹腾到现在都没有缓过劲儿来。目前为止，我在它首都，因为我住的是属于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域了，就感觉到很多地方都有垃圾，然后到处都有垃圾，啊，就感觉没人收拾的感觉。这些垃圾桶也感觉被火烧过一样的，都生锈了。你看看，这是首都啊。首都核心区域还有很多老建筑、老楼，当然了，也有点新建筑，但是不是很多的。可能像那一栋应该就是新的。这就是黎巴嫩贝鲁特，还是得亲自来看一下。这在搞装修吧，应该是。不过这老百姓挺好的，蛮热情的。这么好一个酒店啊，居然倒闭了！高端的酒店，往往都租不出去啊！这个底层商铺这么惨吗？在这搞？今天啊，还是星期二啊，不是说是星期天啊，你们关门啊？很多这商铺，感觉经营的都不是很好，要关门状态。而且这还算是核心区域呢。你看，跟你说，就是搞这个，搞个零售门面什么的，也挺难的。这是小电驴，不是电驴，这是加油的。他们这儿搞开发蛮难的，拆上个1、2栋楼，螺丝壳里做个道场，就起上一栋，就这种公寓就可以了。目前为止，反正我还没见到那种就是综合那种特别大的小区，他们好像也没地儿弄啊。这，先把这个市政环境改善一下，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任务。太多这个垃圾了，
是在打双混的吗？应该是在招地坪吧，室内的地坪。就这一栋，这栋楼交给我带上点人，吭哧吭哧的，几个月我也干完了，小问题。如果不是疫情啊，这个我就是个理工，知道吧？哎，否认我就是一个理工。这边应该算是富人区吧，靠近海边儿，你看。这垃圾还很讲究的搞分类呢，都要这样子搞就多爽，是吧？城市精神面貌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嘛，是吧？可能这个区域管理者不太一样，这边就一下好多了，你看，是不是？干干净净，是吧？这游客看起来蛮舒服的嘛，是不是？它这个应该是跨区了，这个区域一下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区长值得表扬啊！这就是海边了，海边的这些高端精品公寓，看到没有？修的还不错。唯独就是市政，还有就这个交通规划，你知道过个马路有多难吗？这个不建议大家这样搞，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弄啊。他就没有一个说是人行道啊什么的。这个大哥也是要准备过马路的。沙滩在这边，我要去的鸽子岩在这边，南辕北辙，不配套啊。这就是地中海东岸的风光啊。继续走吧，还是先去鸽子岩。还有这个风啊，我觉得蛮大的。我这小搓搓的无人机估计起飞有点够呛。我又走到海边来了，悠着点哦。那边还有人钓鱼呢。我就沿着海边走，去那个鸽子岩那边看一下，就在那边。这边就感觉，就比较野生的那种感觉，也不修路，也没有说是弄一个海滨公园什么的。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呀？真蛮有气势的感觉啊！这在海边，这应该都是做了个堤坝，然后扔下去的，还需要。哇，这么多吗？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啊？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的话留个言，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哦，好多啊！它是摞起来的，就不过去了，万一风一吹掉下来，哎呀，把我砸中。还是去看鸽子岩。先看一下周边环境啊。好了，周边环境呢就这样，环境呢就这么个环境，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好，我们现在镜头一转，看到这两块岩石了吗？这两块，这就是贝鲁特最出名的景点鸽子岩。基本上到贝鲁特来旅行呢，都会来这里啊，这是基本上。你都到贝鲁特来了，你不来这儿，你不等于白来。他们这边呢，你看有一些这个小船是可以租的，他带你过去溜一圈，浪还蛮大的。说白了，就到那个中间那个区域去照个相。刚才那小伙子还准备带我过去，结果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包个船，价格我都没问。好。就这儿了，我们先从这个角度看一下。正常的老百姓，你看都在那边看，咱不一样。
角度比较刁钻。哎呀，这应该是石灰沉积岩，哎呀，像石膏一样的。哎呀，挺不错的。我这个内心啊，真的是，我无人机都准备起飞了，结果我看到一架飞机飞过来了。基本上不可能起飞了，要不试一下，要起飞才鬼了呢。如果能起飞，估计也就是在这一块儿试一下。这边显示的限制高度只有60米，飞机从那个航线，然后我们这里只能飞60米，那也行啊，起飞。啊，限制风大。我先飞上去看一下风吹的怎么样，别给我吹没了。这么高应该问题不大。海景房啊，这都是。我现在又走到了常规的一个观景平台，基本上游客都在这儿，跟这个鸽子岩合个影。这个塑料袋它很应景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人类一定要爱护环境。你看，像这种塑料袋扔到这儿，最后飘到海里，万一被海洋的某些动物给吞食了，最后又造成死亡，你说多造孽。好了，这个视频啊到这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我飞完以后，一架飞机又过来了，它就只给我们60米的高度，再往上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区域的规定死的就60米。我大概就飞到那个高度就再也飞不上去了。这还蛮人性化的。如果说有些国家有可能就把这一块全部都设定为禁飞区了，像还能让我们飞个60米嘚瑟两下子，已经很不容易了。看一下地图啊，我现在准备走路去贝鲁特中央区，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他们也是上班时间了。
我主要是太饿了，昨天晚上没吃饭，早上呢想着早一点出来，看能不能找上一个黎巴嫩的早餐。这个贝鲁特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它这个红绿灯啊，有是有，但都不怎么亮。你就包括这里，全靠忙的时候有交警在指挥，要是交警不来的话，就有点混乱了。就你们看一下吗？就是想这样走也可以，想那样走也可以，全看缘分了，就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停电，但是时间不是很长，可能因为跳闸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们的这个炸三角吧？这还有披萨，我再走一走，看一下。这应该是卖早餐的。我往这个巷子里钻一下，看看有没有当地人正儿八经能吃一个黎式早餐。这一家就是贝鲁特大酒店4星级。哇，这个名字起的可以，好名字啊！酒店位置也好。我住的可是黎巴嫩贝鲁特最繁华的区域，最繁忙的区域。这是核心区域里的豪宅了吧？哇，好漂亮！钢结构的房子，高端公寓，人守卫的，家家都有很多的绿植，不错。晚上呢，我还没有出来过。今天晚上我准备溜达溜达，现在是白天溜达。整个城市给我的感觉，一般吧，因为还有点动荡啊。前面很多年，也就是说1、2年消停了一下，经济也在恢复期，也没有说是经济有多好。还有物价水平啊，我现在感觉还行，就是吃饭呀什么的，买东西也还行。电子产品我过2天逛，因为我要找上一个 GoPro 的这个自拍杆儿，过2天逛。这2天先熟悉一下。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涂鸦什么的，挺影响这个环境的。很多垃圾桶。还是朝这个方向走吧。有他们的文化，好多国家都这样子，到处涂，到处画。好好的一个建筑，你看装修的再好，就这样的，就跟脸没洗干净一样的，实在是找不到。Give me 2000. 2000 This one. 哦，我买了这些小零食，一共是27000块钱。27000的话，物价水平还可以。这是一个小超市，就这边人不吃早饭啊，不开餐厅啊。我走了半天了，就没有一个餐厅早饭的什么的。买点东西吧。我现在朝那个号称最像这个欧洲的星光广场走，然后找个地儿坐下来。这个区域还不错啊。这里还有一个教堂，因为黎巴嫩有40%多都是基督教，50%多是穆斯林。这个电视，那一排高端公寓可以啊，你看楼上都居然种的树，奢侈。这么好的街区，你这个交通全靠自觉，因为这个警察也没上班嘛，红绿灯他也没上班。我估计红绿灯要过一会儿他可以上班，因为红绿灯现在在做早餐。但是我都搞不懂了，这里真很迷。就是说你要过马路啊，或者是这些开车的，他们真的是到了路口，全凭自觉。这样子也可以啊。
不是说是拿着红绿灯来约束，自己玩吧，想怎么走怎么走。这什么寓意啊？俺也没看懂啊。索性呢，就在这个广场吃个早餐得了。这还是个纯牛奶。它这城市真的很有意思啊！这首都啊，首都居然红绿灯都不带开的。下次要是遇见那种红绿灯开的，我给大家拍一个，因为我这过来以后，在那边住嘛，就没红绿灯，别说开不开的问题了。走到这边以后就有红绿灯了，但是目前为止没开。随便吃一点。中午跑到那个新兴广场那边，找上一个餐厅吃，说那边建得更好，更像欧洲小巴黎。垃圾桶，哎呀，这边的公寓好，挺帅的。我住在这儿了，我的天呐，挺好。我发现他们这种高级公寓啊，这个都会做这种绿植，那边也是，你这边也是，那是顶楼都可以种树，我真蛮喜欢的。我要是以后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就是家里有2棵树的这种，对不对？这有钱人和没钱人生活的区域，真的差了好几个世纪呀！我生活那个区域就有很多人，就是躺在街边儿就这样子要钱，有很多，然后到处也是脏兮兮的，垃圾桶都不够。这个垃圾桶为什么会焊住，我也没搞懂。你看这边，哇，看那这么高的楼层，它都会摆了很多的这个绿植，哎，可以。你要这样一说的话，这个贝鲁特号称东方小巴黎，那我还能接受，知道吧？我前2天就感觉都不像啊，我的妈耶，这是一个学校，这真的是贵族学校。我刚查了一下，这里边是一个学校，天主教的一个学校。我这搞得跟那个皇宫一样的。这栋楼很有意思，它是故意搞的这种就是效果吗？是那种渐变的模糊效果吗？还是说是装修喷漆的时候没有拿报纸把这个玻璃给盖住？不搞懂。要是说故意这样子一个效果的话，那它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也是效果达到了。保时捷，有钱。这种地方我还是少来，知道吧？越走越穷。本身还没觉得有啥呢，这一看，我这啥时候才能发大财啊？就是昨天嘛，我是第1天到贝鲁特。到了贝鲁特呢，我以为我住在就是最繁华、最繁忙的这种就是市中心了嘛。结果呢，我一看，我说这么乱糟糟的、脏兮兮的，然后这跟我查的攻略上面说那什么东方小巴黎，这完全不搭嘎。我这是开玩喜呢。结果呢，我现在到了这边啊，哇，这边确实是建设的非常好。就这边，道路也宽了，然后垃圾都没了，都有警察上班了。哦，这边有个步行街，看见没有？哎，我要去的就是这儿。它这有一个步行街，上面还有一个“我爱贝鲁特”的一个标志。还有些人就在这边打卡。这个就有点像上海的南京路、成都的春熙路那个，就像步行街似的。我爱贝鲁特。但是因为太早的原因吧，步行街好像都没人呢。
看一下，这还有一个老的一个遗迹，哎，挺好的。你别说，这个确实是很巴黎，虽然说我也没去过，然后至少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黎巴嫩贝鲁特确实还蛮不错的。这个商场确实不错，应该是新建的，还没有完全招商。这边应该就是老建筑了，走，去看一看。好漂亮啊！不愧是东方巴黎呀，豪车遍地呀。这个美女买的东西，这个帅哥开车过来接。往上走就是星空广场。建筑都蛮有历史。这样一说的话，实至名归，东方小巴黎，实至名归。真的是有钱的街区，又有警察，又有市政，又有安保。而且没有那种难民。你看还有部队呢，前面还有军车。它这边拦起来了，里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钟，这边还有军队守着。刚才告诉我说走这边，然后绕一下，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老百姓能不能进去了？现在口子都给封住了，看看这啥意思啊？这个局势这么紧张吗？我只想进去看一下这个星空广场啊。OK， 拜拜 brother。No。OK， 拜拜。啊 ？China。布鲁斯利。进不去。我说我是一个游客，看能不能进去，他不让进。这边全部都给守着，因为里边好像是议会啊，什么都在里边，哎，搞得局势蛮紧张的。哎呀，这个搞不懂了。这里头区域啊，必须要有特别证件才能进去。就这样子。那边呢是大海。我现在呢在烈士广场，看一下啊。烈士广场的中间呢有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1960年的时候建成的，有一个自由女神拿了个火炬。说是为了纪念黎巴嫩的民族英雄，是这一位吗？他呢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这个奥斯曼帝国下令在这个广场绞死的，说是为了纪念一下他。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涂鸦哦。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清真寺，
我发现贝鲁特街头真的非常喜欢涂鸦，很多涂鸦。这边是一个这么大停车场呀。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儿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今天呢到这边一看，哎，东方小巴黎这个还是有点东西的啊。就昨天的话，确实有点不太相信，这是东方小巴黎吗？那边发展的确实不错。然后这边看一下，还有一个遗迹，这几块石头保护起来的。我现在是准备走路到那个中央区那边去看一下，但是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过去，因为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检查站啊、军人执勤，还有很多地方拦着的。毕竟黎巴嫩嘛，作为一个中东小国，哎呀，能维持稳定，在稳定中寻求发展，真的蛮不容易的。就这样子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拜拜。我居然在这里，这个银行居然可以用我们银联，这啥都可以啊。但是黎巴嫩的这个金融体系是有点崩啊，尽量的不要用银联取款，因为说不定这个汇率会把你弄哭。因为我查的官方1美元换1500黎巴嫩镑，但是你到了这边以后是1美元换2万。你说你要是靠那个汇率取个钱，你不得哭啊？取多少你赔多少啊？就相当于是拿黄金的钱买了废铁。这样一看的话，这个角度啊，是拍张照片，还有点这个小巴黎的感觉。就小巴黎它这儿红绿灯有点少，有是有，不开。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转到说是红绿灯开的地方，全凭大家自觉的。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在这工作，什么印度人啊、巴基斯坦人啊，好多呢。迪奥。我估计我的鞋买不了这个鞋的鞋带儿。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步行街，各种店铺，美女蛮多的。你看黎巴嫩就是出美女的地方。现在朝海边走，到海边去看一下。这一片都是新修的大开发，你这些店铺都在招商。你找点中餐过来嘛，开上点什么兰州拉面，我就来一碗，天天来都可以。哦，蒂芙尼挺好的，对。啊，前面就是码头了。这儿有个什么建筑啊，蛮现代化的，过一会儿再去。我先想办法过个马路。今天早上的红绿灯啊都不上班，不知道为什么。地图上显示的前边啊就是港口，标注的是贝鲁特的中央区。我估计我过不去了，我这边全都是拦着的，大家也是往左拐了。果不其然，过不去的。拦着的。他这边敏感区域都是拦着的，我也过不去。哎，拉我去哪儿呢？这边都拦着的。我现在呢是朝着2020年8月4日，就
就是黎巴嫩港口大爆炸那个区域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被炸坏的一些建筑。这个港口也不能进去啊，因为这些房子都是水坏的。看这边毁得更严重啊，就剩一面墙了。那边也是。过一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件。哇，当时真的是蛮惨的。最重要的那个仓库现在挡着呢，在那边，走过去看一下。看那栋楼，哇，炸得好惨呢。这是个死胡同，我还得绕一下，看一下怎么走。当时爆炸的中心位置就在这里啊，这边是码头区域嘛。现在建起了至少是3-4米的一个高墙围着的，看也看不到，过也过不去。我再往前走一点，这个高架桥上不知道能不能走路。哦，可以走路，有人。我倒是实在不行的话，要看不到我就到这个高架桥，或者是找上一个房子去看一下现场情况。哦，这就是港口里边了。我现在可以看到一丁点当时那个仓库，就是被炸毁最严重那个仓库，我可以看到一丁点。他们也没拆掉，也没清理掉嘛。这边肯定是不能乱进呢。我现在就想办法看能不能走到这个桥上。这是港口的大门，走了。因为爆炸1年多以前嘛，你们看现在这边这一排，这些楼都在做这个外立面的重新施工，看到没有？这都在做，尤其这个更明显一点。因为当时发生爆炸，波及了这一个片区啊，损失特别严重。这是港口里边。爆炸造成的这些损失，真的是不好估计啊！你看这个残骸，这个仓库看到了吗？后边这个炸的好惨呐！过一会儿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儿的一个脉络。这个真的是炸了很多这个汽车的残骸。我估计这个护栏也是当时的冲击波吧，直接一个冲击波就飞到这边了。刚才说呢，看这边，只要是靠近港口的这些房子啊、这大楼啊，它们的外立面都被波及了，玻璃啊炸毁啊，外立面也损坏。这真的是一场惨案呢。这是一个人为原因的一次安全生产事故。这都不是天灾，这是人祸。这边就是大港口了，主要港口，做这个进出口的集装箱码头。看这个吊车被炸的，哇！这个仓库他们也没有拆掉，估计还没来得及呢。这才过去了不到2年时间。港口这边的运行还是蛮正常的。爆炸呢，造成了大概200多人的死亡，6000多人的受伤。
看一下被爆炸波及的这些大楼，都在陆续的装修外立面。这是港口的另一个方向。刚才有个当兵的拿着枪向我走过来，我赶紧的把相机关了，别把我抓起来了。应该问题不大，毕竟咱只是一个游客嘛。这里都直接就可以跳下去的感觉，这也太危险了吧！这儿。哦，那还有一艘大轮船。那套房子也好惨，那栋楼啊，被炸的到现在都缓不过气儿，我估计要拆啊，因为它距离比较近啊。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件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啊，就是在这个2013年的时候，有一艘悬挂着摩尔多瓦国旗的一艘货船，它呢载着2750吨的硝酸铵，从这个格鲁吉亚的巴统，就是巴托米，我去过那个城市啊。从那儿呢，准备驶向哪里呢？驶向非洲的莫桑比克，因为非洲的莫桑比克一家炸药公司呢，他预定了这批货，他准备呢制作炸药去开矿。而这艘船呢，行驶到了就是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这儿，贝鲁特港。因为很多原因，有说这个技术故障的，也有说什么这个货主、这个船主的这些纠纷的问题。反正呢，黎巴嫩的海关呢就把这艘船就扣押了。扣押以后呢，又把这个货和船还拍卖了。最后呢，这2750吨的危险品硝酸铵呢，就被存放在了那边的一个仓库里边。危险品啊，放到仓库里，一放7年，而且跟硝酸铵合伙放的还有烟花爆竹。在这个2020年的8月4号呢，因为这个烟花爆竹的这个爆炸自燃呢，引爆了这个2750吨的硝酸铵，结果就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嘣的一声。这一炸，最后算下来应该是死亡人数接近200人，受伤人数差不多6000多人，经济损失估计小100个亿美元，就把黎巴嫩当时的这个政府一炸就炸下台了。当时的总理呢宣布政府解散，然后又是代政府在处理这个事儿。像黎巴嫩这样的一个小国家，本身很小，人呢也有几百万人，如果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啊，真的对于它的本国经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黎巴嫩的这个货币就一直在贬值。你看现在我过来发现1美元换2万，但是你在这个网上查的时候才是1美元换1500，就差了有十几倍。就为什么导致这样的原因呢？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估计着的啊，就是当时的这个海关这一块儿，他们贪污腐败蛮严重的，他们也想着把这批货呢，就是看能不能再转卖给谁。所以说呢，一存，因为这2750吨的硝酸铵也是一笔这个不小的一笔钱的。最后呢，你看他们把它放到那一堆了7年，可能最后也是没办法出手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没办法挪了。最后就没办法了，发生了爆炸。像这样的事故啊，真的是人为造成的，并不是说是天灾，就是人祸。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儿结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我现在又要准备走路回去，因为我到这里来2天，我都没搞懂这个公交系统，可能过2天才会闹得明白。这外边下雨了呀！我这往回走的路上，这多雨呢。
然后就碰到，这餐厅好像全是本地人在吃，我也注意一下，有个桌子是有人坐的，我估计只有坐这个位置的人，这个位置好像不是位置啊。Hello, this table? No, this table reserved. Oh, no table. Here. I can sit here? 还真的可以，我以为。Sit down. OK, menu please. 他这个应该是当地人的这种特别不错的餐厅，尝一下。You're welcome to Lebanon. OK,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啊，杰斯，这个你让我怎么点呢？连个图片都没有。我就随便点了一个这个，这肯定不够吃，我又看别人吃啥，看那桌吃的啥，我又点了一个鸡腿咖喱饭什么的。这个是鹰嘴豆、碎肉，还有这是啥东西？尝一下先。味道还行。这个是混合的一种，带芝麻，我也说不上来。它这边小菜是小萝卜、橄榄，这么干脆吗？生辣椒，这萝卜要是来点这个东北的大酱，可以。看看这个饼子。Not like this way, no. Huh? No? Big form, like this way. Open the bread. Take it in small pieces. Close it like spoon. Oh. Like this way. Or you put your hand and you turn your hand. Yes, little by little, like this way. Oh, okay. Thank you. This is the Lebanese way, how you eat it. This name. This bread. Huh? Bread. Oh. This bread. Bread. Lebanese bread. Yes. 黎巴嫩面包。 Lebanese bread. Yes. 这样子。 You close it like spoon. Or you put your hand or you turn your hand. This is 他 the 说 way. 要搞成这样子，有点像这个汤勺一样的感觉，然后把这个这样子缠起来，这样子吃，这显得太秀气。我也知道，我看人家这样吃了，但是我觉得把它装进去一包，直接吃，可能要容易一点。这个饼子啊，黎巴嫩饼子。这很像一块抹布，真的很有意思。从这个颜色、外观，或者是它的这个韧性上面，我们就这样吃就行。但是这个是应该是花生还有什么混合的一种酱，反正蛮香的。好，看一下我的吃法。这样一包，这样爽一点，知道吗？这还蛮不错的。要到黎巴嫩来以后呢，至少它不是顿烤肉嘛，都有这样的菜了，我觉得蛮好。这橄榄还不错。这是咖喱鸡肉饭，还行，没有这个好吃。这些国家做这个酸奶真的蛮好喝的，他们跟我们国家那个酸奶不太一样，它有点咸，放的盐。像我2口就一瓶没了。我还是把这个橄榄吃完，这个吃不完了，因为感觉热量太高，有点腻，就吃多了扛不住。
OK Understand? OK，I'm understand。OK，好吧。吃了一个饭，花了11.5万，那还行。再喝的饮料，哎，刚好雨停了，我又继续往市区走。找个咖啡厅坐一会儿，工作一会儿。我还说喝咖啡呢，兜里钱都没有。刚才算了一下，连一杯咖啡都买不起哦，因为一杯咖啡要5万。我这多的都是小票子。我现在也聪明了，就把这种1000块钱的这种小票子，很小，这个很小，这个就相当于是一张是3毛14，就是差不多3毛钱。这个是留给这个小孩的。有的时候，哎呀，好多这个叙利亚的那个难民小孩什么的，问你要钱，知道吧？你不给啊，他就一直缠着。所以说，放在这儿，一次给个3毛，一次给个3毛。过会儿还得找一个地方再换点钱。明天我搜索了一个中餐厅，我明天再去吃中餐吧。就是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吃饭啊，问题还不是很大。它呢，怎么都比这个土耳其那边的烤肉要强。土耳其烤肉我实在是吃不动，可能不如这个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那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但是也还不错。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猫？还4只。这是一个宠物店。大街上有很多的难民，还有很多的要饭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的。这边是有红绿灯了，也有交警在执勤。那我还是遵守一下吧。总算是看到了斑马线了。搞不懂他们的公交系统啊，都不知道有没有公交系统啊，我搞不懂啊。去走路啊，我也不想搭车。还有2公里左右吧，我就能回去了。这贝鲁特真的有一些建筑都是废弃了，应该以前是个剧场吧。有很多这种楼啊，也是废弃的，没人住，窗户呀什么都没有，都各种涂鸦。这个交通我真的是服了，在这过马路难度比在别的国家要大多了。我又换$100，204万。对的，他这家店都蛮正规的。哎呀，欣赏一下，这钱啊，哇！这个是接触了一张新的货币，这个就是10万的张面，这是新的呀，它这个橘子，这个真的好难选呀，这个是在这边是要卖的，留来这么多好了。بعد ما صار كيلو 2 كيلو عم بوزع معك طلع حطيت اصبع 还会给更多。OK enough， 给了10万，找了5万、6万、7万，找了8万5，哦，15000块钱。OK。No مظبوط。对 ，OK， 拜拜。好，水果买了点，其实我是想买苹果之类的。其实我这附近可能这个是商业地区，水果店估计开在这儿要赔啊。OK。哇，这个你给一个的话就 OK。拜。就赶快进来，就不能，这就是为什么知道吧？你要给一个，他会拥上来10几个，甚至都有可能。看看，他们基本上都是叙利亚的难民。买杯咖啡，16块钱人民币，中杯的。哎，今天还有座位，坐一会儿吧。哦，今天走路好累啊，全程走路。
这贝鲁特旅行啊，真的是全靠腿啊！因为我住在这里，如果我搭车去其他地方，也不是很远，就是3-4公里吧。但是看的感觉超堵车，就觉得不划算，还是走路吧。然后一走出去啊，就3-4公里，然后一顿绕。今天我走了17800多步，到现在已经走了11公里了。因为他没有说是能看到那种就是像土耳其那种公共交通啊什么的，没看到。真的不是说我不想坐，是没看到啊，我不想搭的。我最多就是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就是感觉像主干道上看到一点那种就是面包车、巴士，他写的一些阿拉伯语我也不认识，我估计应该是去郊区出城的，其他时候全靠走。还好这个首都不是很大，反正以我的体能，首都哪我都能走到。今天我就是走路去看那个港口那边，然后又绕了一大圈，然后回来了。现在我一个人呢，出来以后，晚上那顿一般我就吃点水果和面包，喝点牛奶。不太想吃，因为这些国家的饭，就是那种你饿了的时候就挺好吃，都能吃。但是你相对的有一点这个饱腹感，或者是晚上就是有点水果啊什么的，比如说我现在喝个这个咖啡，再吃点水果，就不太想出门了，因为我实在是就是能经得起他们食物的诱惑。你要说是中餐是不是？那我半夜可能都爬起来要去吃，是吧？这就是没办法。过会儿还要回去，因为我现在这个视频啊，今天的就是发生的应该是2天以后就播出了，明天要播的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剪，就是有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拉得比较近，也累，我还是要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就是延期个4-5天。其实环球旅行的话，我应该算是已经很能，就是说是实时的这个播出了。一般的话，我就延期个4-5天，我能扛得住，因为我在这4-5天旅行，我总有一天我能找到1下午的空闲时间，然后来剪辑视频，有的时候再加个班，然后再把字幕加上。我尽量的都是加字幕的，所以说这工作量还蛮大的。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回去工作。好了，这个视频到这儿结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黎巴嫩呢，目前为止这个贝鲁特给我的感觉还不错，因为国家小嘛，再加上本身前面几年又出现过动荡，到现在为止的话，至少说是治安这一块没有问题，唯独就是这个汇率。你看我前2天是1美元换2万，今天过来就是1美元换20400。说不定再涨一涨就2万1，它这种国家汇率波动蛮大。还有就是明天的话，应该要去找个中餐厅，然后找老板换上一点这个美元当钱，就这样子。好了，拜拜。